大家好，今天來介紹在 Obsidian 裡面彙編文章的幾個做法。所謂的彙編文章，就是可以把多篇的筆記，它的全部或者是部分的內容來匯集，並且編轉成一個檔案。這一個編轉完的檔案可以很方便的讓我們直接來閱讀，或者是直接輸出成一個完整的 PDF 檔。那在目前我們使用卡片盒筆記法的過程中，我們經常會把學習過程根據學習的進度會逐漸的拆成了很多個不同的筆記。比如說我在這個 Obsidian 的學習筆記裡面，可能一開始會把所有的內容都寫在同一個筆記裡面，但是隨着學習的日益精進，我可能就會把 Markdown 的語法拆到 Markdown 語法的筆記， Obsidian 的使用界面就放到另外的一個筆記裡面，然後它的 CSS 或者是它的 Plugin 通通都會逐步的拆到不同的筆記裡面。但是如果想要做一次性的複習的話，我可以把這幾個不同的筆記全部編轉到同一個筆記的檔案裡面，這樣子我可以很方便讓我在這個筆記裡面看到所有分別在不同的筆記裡面的內容，也可以同時產生成一個獨立的 PDF 檔，這樣也可以很方便的讓我們來做工作進度的一些特定的報告。那可以把不同的筆記匯總在一起。今天就是介紹了3個方法，透過這3個方法可以很輕鬆的達成彙編文章的功能。第一個彙編文章的方法是使用 Compile Notes 外掛，只要安裝了這個外掛以後，就可以直接在 Mini 面板裡面來執行它了。那請注意，它目前沒有在第三方外掛上架，因此必須要手動安裝，或者是使用 BRAT 的外掛來做安裝。安裝完以后，可以在它的設定裡面來做它的選項設定。我們到選項裡面找到 Compile Notes 這個外掛以後，點擊選項，在這邊可以看到它有很多個選項可以來做設定，尤其是它可以讓我們選擇是不是要把淹沒區的這些設定給移除掉，就是產生出來的最後的彙編的文章不會有淹沒區的內容。那這些選項都可以自己來做選擇。輸入好以後，你就可以把需要的內容用 Obsidian 標準的內嵌檔案的方法來寫。那寫好以後，比如說我這個 Test 2已經是左邊這個完整的內容了，然後在 Test 2裡面按下 Ctrl P， 找到的 Compile Notes into One 命令以後，直接執行它。它已經產生出來。它產生出來以后，在設定裡面，它的預設的檔名就是 Manuscript。點擊它以後，你會發現它會把我們這2個內嵌的檔案呢，整個讀取進來，並且完整的產生在 Manuscript 這個檔案裡面。那這個產生出來的就是最後的彙編後的檔案。它的缺點當然就是它目前只能讀取整個檔案。比如說我這個 Test 3整個檔案，我沒有辦法在後面用井號或者是加上倒引號來選取不同的區段或者是不同的區塊的方法，它目前沒有辦法做這樣子的操作，而且要彙編的檔案必須放在同一個資料夾裡面，因此我們沒有辦法把要內嵌的檔案放在不同的資料夾，目前一定要在一個資料夾裡面。那這是它目前的一個缺點。接着介紹第2個外掛，第2個外掛呢是叫做 Dynamic Embedded， 那它就沒有一定要在同一個資料夾的限制，它可以讓我們在整個儲存庫裡面都可以存放需要彙編的這些筆記。我們來做一個示範。我們複製這邊它的語法，它必須使用程式碼區塊的語法。那有了這個語法以後，我們再拿原來的 Test 2來做一個示範，把內容給刪除掉，然後把剛剛複製好的內容給貼進來。Dynamic Embed 它必須使用程式碼區塊來操作。程式碼區塊的程式語言呢，就叫做 Dynamic Embed， 然後裡面呢就是輸入你要內嵌的筆記的檔名，把測試的 Test 3，然後再內嵌 Test 4，我們要內嵌這2個檔案的內容。然後呢，在這個程式碼區塊的外面點擊一下，它就會立即把 Test 3跟 Test 4的內容呢，整個給內嵌進來，然後變成一個完整的文章，就是使用了這個動態的動作。這個區別當然就是剛剛的第1個 Compile Notes 它產生出來的 Manuscript 呢，它是一個固定的內容，即使我將來我的 Test 3做了修改，但是 Manuscript 呢一樣是獨立的，它不會受影響。但是這個 Dynamic Embed 如果我的 Test 3做了修訂以後， Test 2它會自動重新異動，它會做動態內容的一個處理。這個是 Dynamic Embed 它目前的比較好的一個功能，是動態的內容的處理。但是很可惜的是，它沒有办法做部分的檔案的读取。比如說我只是要某一個標題的內容，或是某一個區塊的內容，它沒有辦法，它必須跟 Compile Notes 一樣，是必須完整的檔案的內容。這個是目前這2個外掛。如果只是需要
簡單的把檔案內容給產生出來的話，你可以選擇這兩個外掛來做處理。要不然其實我們直接使用第三個方法。第三個方法其實就是 Obsidian 內建的內嵌的做法，就是把這個程式碼區塊給拿掉，然後把最後面的3個倒引號給刪除。其實這個就是我 Obsidian 裡面直接做內嵌的方法。但是有幾個小地方我們要注意的，就是第一個，有很多的一些主題它會限定內嵌的區塊它的高度。我們現在用的這個 minimal theme 它沒有做高度的限制，因此你可以看到我們 test 3或是 test 4它顯示出來的內容都是完整的內容。但是其他的主題樣式，比如說我們換一下，換成 Obsidian 預設的樣式，你會發現這兩個內嵌的文章的區塊它會有卷軸會出現，因為Obsidian 預設的主題它的这個高度就是600個 pixel， 這個是這個樣式。然後還有很多人常用的 Blue Topaz， 它也一樣會有卷軸出現，因為它也是預設區塊會有600個 pixel 的一個限制。但是像這一些情況其實不影響我們產生成 PDF。比如說我們如果點擊了 PDF， 會出 PDF， 你可以看到它最後產生出來這個 PDF 它的內容會是完整的內容。我們來看一下，好，你可以看到它這個區塊的內容會完整的產生出來。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在你的外觀的 CSS 裡面，你的 CSS 片段裡面，如果你啟用了某一個片段，先把目前裡面所有的 CSS 片段都給關閉，都把它給關閉。我們來看一下內容會是怎樣。這個情況下，雖然我螢幕上面看到的內容它會有卷軸，但是 PDF 輸出呢是正確的，不會有卷軸的這個狀況產生的。但是如果在 CSS 片段裡面，如果有指定的高度的限制的話，到時候產生出來的 PDF 就会受那個高度而有影響。來試一下，這是我一個minimal 主題專用的樣式檔的 CSS 片段。假如在點 markdown dash embed 這個 class 裡面，如果加入了高度的限制，我把它設定成是350個 pixel。假設我做了這樣的限制以後，再回到 Obsidian 裡面，再把這個樣式給啟用起來。那這個樣式是在這個地方這個 my Obsidian dash minimal 就是剛剛編輯的那一個樣式檔。好，我把它給啟用起來以後，你可以看到它目前這個區塊呢就變成是350個 pixel。那像這種情況，我如果來做 PDF 匯出，我們看一下匯出以後的結果，你可以看它這個匯出的內容它會變成也是一樣會有卷軸，結果後面的內容就不見了。因此要特別注意，就是使用的 CSS 片段裡面不要去限定內嵌區塊的高度。如果有設這個區塊高度，顯示的時候當然是正確的，會有高度350個 pixel， 但是它也影響了你的 PDF 的匯出。把這個樣式的 CSS 片段給關閉以後，我們再做一次匯出，可以看到它就是正確的內容。好，那另外我同时在這邊再介紹大家另外一個控制內嵌區塊高度的一個方法，可以再新增一個 CSS 片段，它的內容就是這個樣子，這個檔名就叫做 embeds-full.css， 在這邊定義了一個點 embeds-full CSS 類別，在這個裡面把它的高度區塊的高度呢設定成是 unset， 就是不設定任何高度。然後另外也定義了 embeds-small， 它是設定成350。只要有設定了這個 CSS 樣式檔，我們需要某一種特定的樣式的時候呢，就直接在 YAML 區裡面直接來做控制就可以。比如說在這個 YAML 區，在這個編輯狀態裡面，在一開頭加入 YAML 區，如果指定了 CSS class 是 embeds-full， 然後儲存起來，它的內容就會是完整的內容，就會整個呈現出來。它這個不是因為我並沒有啟用這個樣式，這個樣式要把它給啟用起來才可以。這個我們就是我們剛剛外部的那個檔案embeds-full 這個 CSS 我們要把它給啟用起來。啟用起来以後，你就會發現卷軸就消失了，因為這個 -full 呢是設定成是 unset， 就是這一個我們剛剛設的是這個embeds-full.css， 在這邊是把它設定成是 unset， 就表示它不會有卷軸出現。我們目前就是設定了使用它。那如果希望它出現卷軸的話，就可以把它這個樣式給改掉，我就改成 small， 然後再儲存起来。你可以看到它就变成是會有卷軸的，而且這個卷軸的高度是350個 pixel。透過自己定義的外部的 embeds-full.css 這個 CSS 片段，我們就可以來自己控制我的呈現到底是要有高度的還是要完整內容的就可以透過這個 CSS 樣式來做控制。這個就是今天介紹給大家，我可以用這樣子的方法來做很簡單的彙編文章的一個步驟。透過這個步驟，我可以有需要產生一個
PDF 檔案，或者是要閱讀完整內容，你就可以用這樣子的方法來做控制的。那今天就介紹这個方法給大家。如果大家覺得這個方法有用的話，也或者是我覺得我的頻道有幫助到大家的話，請大家盡量幫我多分享，並且訂閱。謝謝各位。